去年12月，中国跟印度在边界发生冲突哦。印度声称有300名的中国士兵带着带刺的棍棒，试图拆除印度的哨站，这让不少网友觉得不可思议。都什么时代了，他们怎么还在用这么原始的武器战斗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印冲突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这个冲突事件发生在印度领土东北部的阿鲁纳查邦的达旺地区。发生冲突的军事哨站呢，海拔高度有超过5000公尺，是一个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地方。目前呢是由印度实质控制阿鲁纳查邦，不过中国并不承认印度的统治权，所以不使用那个名称，而是把这里叫做藏南，也就是西藏的南部地区。根据媒体的报道呢，中国说他们只是进行例行性的巡逻，印度则表示中国军队单方面侵犯了印度的领土，因此才发生冲突。这新闻让我们的团队很好奇哦，为什么中国跟印度都要抢这个地区？如果真的很想要，又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原始的武器？还有这样子的冲突会越演越烈，变成中国跟印度的正式开战吗？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，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想要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？考虑看看盲狗狗吧。盲狗狗是由简讯设计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，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，包含认识身体的界限、挫折、情绪等等的生活观念，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刷牙、吃蔬菜等等的习惯培养。另外，深受家长好评，小朋友也热爱的这个寻宝游戏本，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，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。盲狗狗的故事好玩不说教，没有刻板的印象，热销超过2万本，是最符合现代家长教育理念的绘本。现在13本全套组合呢，有现省超过2000的超划算优惠，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，还能够再打9折。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。讨论中印冲突之前呢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印两国的关系。欧美媒体常常把中国印度一起比较，因为他们都位于亚洲，而且人口众多。中国跟印度都有14亿的人口，中国目前以些微的差距领先，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。不过预计在今年印度的人口数就会超越中国，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。那也由于充沛的人力资源，许多人都认为中国、印度有机会呢成为超级强国，而两国的冲突也因此受到了全球的关注。那虽然中国跟印度目前有些尴尬，但其实两国一开始关系很好。中国跟印度都被帝国主义压迫过，那由于拥有相近的历史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印度很快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。不过后来双方开始因为一些原因交恶，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是印度的头号假想敌但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好，因此双方的关系就逐渐的变差。而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——阿鲁纳查邦的领土争议。阿鲁纳查邦的争议呢，有地理因素的影响，也有历史因素的影响。我们先从地图来看一下阿鲁纳查邦的位置。阿鲁纳查邦的北边呢是中国西藏自治区，西边是不丹，离印度的主要领土其实有一段距离。阿鲁纳查邦在喜马拉雅的山脉附近区域内呢有许多的高山。那如果国家跟国家的边界是河流平原，那就比较容易划分或管理。但这种高山的国家边界呢，因为比较难以管理而容易起争议。想想看海拔5000公尺的地方，光是爬山上去就很辛苦了，更何况是长期的派驻军队。在20世纪的初期以前呢，这个地图是吐蕃实质控制的领土，而现在第14的达赖喇嘛也刚好就是出生在这次起冲突的地区达旺。过去清朝会派遣钦差，也要求达赖班禅的这个册封需要清廷的同意。那因此呢，中国主张这个地区藏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。不过在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呢，英属印度趁着政权还不稳定时，扩大了印度的领土，占领了这个地区。从此中国还有印度对于这个地区到底是谁的，哪里才是中印边界，就一直无法达成共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，对西藏其实没有实质的统治权。1951年，中共和达赖喇嘛签署和平协议之后，中共的势力正式控制吐蕃。而1954年，印度在阿鲁纳查地区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，想要确立该区的统治权。1962年，中印边界战争爆发，冲突同时发生在西边的克什米尔的阿克塞钦地区，还有这个藏南地区。这场战争呢，虽然是由中国取得胜利中国也一度控制了藏南地区，但后来又主动的撤回军队。
为什么中国明明打赢了又退出呢？原因众说纷纭。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补给线太长，觉得这样子打仗不太划算；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中共担心国际压力。但总之中国撤出这个地区之后，就由印度实质控制了该地区。而1987年，印度进一步设立了阿鲁纳查邦。不过三不五时呢，中国跟印度都还是会起军事冲突。究竟对于中国跟印度来说，阿鲁纳查邦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要冒着跟另外一个人口大国开战的风险，也不愿意放手呢？首先，就让我们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。我们知道左边邻居一直想要牢牢的掌控少数民族，而西藏更是重点中的重点。西藏由于位于中国的边陲地带，而且地势又高，其实是最难管理的。但中国对于西藏主要还是为了内部稳定，西藏不要独立才是重点并没有迫切的资源需求。中国一直强调西藏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而藏南地区也是西藏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如果藏南地区居然是由印度统治，那就显得中国对于西藏统治正当性有一点点微妙。那印度又是怎么看阿鲁纳查邦的呢？至于印度方面呢，印度的头号假想敌是巴基斯坦，但毕竟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容忽视也一直对中国有一些忌惮。阿鲁纳查邦由于地形以高山为主，再加上呢和印度的主要领土有些距离，因此算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区域。如果中国控制了藏南地区，中印边境就会是地形比较平缓的平原地区。对于印度来说，旁边就是一个大国，而且还没有天然地形的阻隔，就是跟敞开自己家大门一样。要是哪天呢，印度跟中国起了冲突，那局势可能很快就会变得相当的危险。只要印度掌握了阿鲁纳查邦，那就比较不用担心中国能够轻易的威胁到印度的主要城市。那既然双方都对这个地区很有兴趣，那为什么中国跟印度却是用棍棒来对决呢？这主要是因为中印双方其实都不是真的想要打起来。首先呢，中国跟印度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敌人。中国虽然对于印度来说呢，的确有些威胁但印度的主要敌人还是巴基斯坦，而中国的主要敌人则是美国。两边大国呢，要是开战两边一定都会损失惨重，还可能让他们各自的主要敌人有机可乘。而再来以印度实际的控制区域的边界来看，两国的边界在海拔数千公尺的高山上面，对于中印双方来说补给都很不方便，打起来成本很高。此外呢，对于中国来说，就算把这个地区打下来了，离拉萨还有其他东部大城市都很远，经营跟维护的成本太高，不值得投入那么高的成本。而统治藏南所代表的法理正当性呢，则可以透过其他的手段来维系，例如外交上面的抗议或是边界的巡逻等等。只要没有放弃藏南呢，就没有人可以质疑中国统治西藏的合法性。那这对于印度来说呢，也是一样。既然可以实质控制阿鲁纳查邦，只要中国没有太夸张的动作，就没有必要真的打起来。只用冷兵器，或许就是中国跟印度的默契。只使用棍棒石头，那就算真的发生冲突呢，也可以限制冲突的规模，避免擦枪走火而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。从这些迹象来看呢，可以看出双方还是很努力的在避免战争，而双方目前也应该不会真的开战。今天介绍的中印冲突，我们团队一开始也是觉得用棍棒对决很特别，所以才开始研究。而深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呢，虽然这些冲突看起来有点荒谬，但其实是两国精妙的博弈均衡。既然中印不太可能真正开战，那两边有没有可能彻底解决领土争议呢？我们觉得可能性应该不会太高。首先，阿鲁纳查邦因为地理的限制本来就很难画，就算真的画好，两边也很难派人有效的管理。而其次，两边都很难做出妥协。从印度的立场来看呢，既然这一块区域已经实质掌握，那没有理由放手。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，藏南的领土跟西藏的法理是绑在一起的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出妥协。那当然，这些也都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。未来局势到底会怎么发展，还真很难说。所以今年最后，我们也想问大家，觉得中国跟印度边界的问题未来会如何发展呢？A. 维持现况偶尔有冲突，但也不会太激烈。B. 关系变密切展开更多的合作，边界的问题就会比较少被提到。C. 双方为了成为亚洲第一大国而竞争，边界的问题呢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线。D.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中印边界为何会产生冲突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故事，以及同样是边界问题的美墨围墙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